大家好，在上几个视频里面，我给大家分享到 ChatGPT 在我们日常工作当中可以帮我们做哪些事情啊？它还是非常的强大，对吧？功能也非常多。那可能有些朋友在问，怎么样去用 ChatGPT 去操作我们的 Excel、PPT 这些东西呢？ChatGPT 这里面它不支持我们上传文件，对吧？它只是支持我们用语义用文字来控制，所以我们没办法上传我们的 Excel 表格。那怎么样去操作呢？其实是有办法的。比如说，我现在有一个 Excel 表格，然后里面有很多表格，每一个表格里面都有很多图片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们要把这些图片都把它移到这个 A1 来，因为它的位置不一样，对吧？我们看不清楚，或者是有些图片太大了，我们把它全部放到 A1 这个单元格里面来，然后把它缩小一些，对吧？我们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怎么做？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上面有一个开发工具的选项卡。然后点击 Visual Basic， 这个就是 VBA， 对吧？它是 Excel 里面的这个编程的语言，然后你可以在这里面去生成代码，然后来控制 Excel， 对吧？如果你的 Excel 里面没有的话，也不用着急，非常简单啊。这边点击，你可以自定义功能区，然后把这个主选项卡在里面勾选开发工具，那它就会显示出来这个。选项卡，不然的话是没有的啊。有些人可能没有选。那我们要实现这个功能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直接在 ChatGPT 里面让它去做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可以直接去告诉他我们的想法是什么，对吧？然后我们让它去生成，对吧？然后它现在正在生成啊，然后它也写了注释。这个注释的话，它程序运行当中它不会运行，它只是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它是什么意思，每一个语句一个解释说明的作用，对吧？你看，将图片移动到单元格 A1， 这个代码是怎么写的，对吧？然后调整图片大小，怎么写的？然后它还在教我们怎么使用这个代码，对吧？点击运行即可。然后请注意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 copy 这一段代码，然后我们打开这个开发工具，然后在 Visual Basic 打开，然后我们生成了我们可以右键，然后插入一个模块，我们已经有模块了，对不对？我已经插入了，然后把这一段代码粘贴到里面来，然后运行，这里有一个运行我们点击一下，然后 OK 了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刚刚是在这边对吧？它已经在它第一个单元格里面，而且缩小了一半，这个也缩小了一半，这个也缩小了一半，对吧？相当于它每一个都帮我们按照我们的指令去操作了，对不对？那可能老板说，哎，那我现在已经看到了已经看完了这些图片，那你帮我把它全部删掉。我们可以这样写一段 VBA 代码，删除当前工作簿、当前 Excel 工作簿里的所有图片。他现在正在想你好，这是一段可以实现所描述功能的 VBA 代码。他现在就在写代码，对不对？OK， 我们复制一下。那我们想一下，如果这里有几十张表格，那你每一张图片这样复制、这移动，然后手工去拖大小，是不是非常的花时间？然后如果我们要删除的话，你手工去右键删除，然后第二张表就删除，那你说花很多时间。如果这个表格比较多的话，你就会非常的麻烦，对吧？所以我们来删除的话，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新建一个模块新建一个模块，然后在这个模块里面，我们把刚刚我们的代码，把这个关掉，然后我们运行我们这个当前代码，大家看是不是？它每一个表它都把我们删掉了，对吧？
所以这是一个小例子啊，就是我们怎么样用 ChatGPT 来操控我们的 Excel， 就是我们需要去描述我们的需求啊。当然的话，比如说我们首先说生成一段 VBA 代码，然后 Excel 工作簿，对吧？所以那这样的话，我们要用清晰的语言啊去描述这一段你的要求，而不是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语言。所以这里就比较挑战你对于 Excel 的熟悉，比如说一些功能啊、工作表、工作簿、单元格，对吧？这些名词的掌握，还有就是你的语言的清晰、逻辑的清晰，对吧？这样你才能够让别人让这个 ChatGPT 这个人工智能能够明白你的需求，然后它才能够生成相应的代码。如果你说的不是很清楚的话，它可能就会理解不了。OK， 这是一个小例子啊。当然话，我们还可以进行更多其他的操作，对吧？那还有其他的很多功能，我就不一一的去演示了。当然，这个思路我相信大家已经明白了，对吧？就是先描述我们需求，生成 VBA 代码，然后在开发工具里面打开 Visual Basic， 插入模块，然后粘贴我们代码，然后运行，对不对？OK，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，拜拜。